古人是怎么发现草药可以治病的呢？中医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，是人类流传最久的治疗疾病的医术。中医浓缩了古人数千年的思想理论和经验。那么在科学技术不发达，甚至对植物的认知都不全的情况之下，古人是怎么发现这草药能够治病的呢？其实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途径。第一，就是古人亲身试药。流传最广的就是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了。神农氏看到了人们因为疾病而痛苦，他就亲自品尝各种植物，记录下它们的味道和药性。相传他曾经1天之内中毒高达70多次。甘草、黄芪据说都是神农发现的。他将这些发现整理成了《神农本草经》，成为中国最早的药物学著作之一。古人能发现草药能治病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靠这种亲身实验观察自身的变化，进而判断某种药物具备某种药性。这就足以见得古人的勇气了。第二呢，就是患者误服之后偶然发现的。话说在东汉时期，一个黄疸病人找到华佗，想让神医给他治疗。但是那个时候黄疸没有什么可靠的治疗手段，华佗也是无能为力。但几个月之后，那个病人却面色红润，恢复如初。华佗连忙问到底是怎么治好的呢？而那个患者却说是自己好的，根本没看过什么大夫。这华佗不信，连忙又问是不是吃了什么药呢？那个人就又说，我连粮食都吃不起，还哪能吃什么药呢？就是连续吃了半个月的野菜茵陈草而已。华佗他敏锐地察觉到茵陈草能够治疗黄疸，随后他就用茵陈草给黄疸病人服用，果然用一个好一个。所以这茵陈草的药性就这样被发现了。茵陈草还有一个别名叫白蒿。还有一种草药叫做仙鹤草，它的由来像传说故事一样。传说有2位秀才共同结伴赶考，一个秀才不小心摔伤，血流不止，虽然没有性命之忧，但是荒郊野外的无法治疗，考试日期恐怕就要耽误了。这一耽误，那几十年的辛苦付出就付诸一炬了。另一个秀才就仰天长叹，为他感到惋惜。这个时候突然一只鹤飞过，从鹤的嘴里掉下来一颗植物。秀才觉得这可能是上天在帮助他，然后就捣碎植物化水之后给受伤的秀才喝。喝了之后果然就痊愈了，精力也恢复了不少。后来2人高中就找到了当时的那株植物，取名为仙鹤草。从此仙鹤草活血化瘀、提神恢复精力的功效就被记录了下来。这仙鹤草还有一个别名叫做脱力草，如今在某些地方还会有人用脱力草煮水喝或者煮鸡蛋吃，能够起到恢复精力的作用。这第3个方式呢，就是从民间流传中加以验证的。比如明朝时李时珍在家驿站，发现马夫们都在一口大锅前等着喝什么东西，他便上前与人攀谈。这马夫说，当地人用这种草煮水喝可以缓解疲劳，因为他们赶车劳累，于是他们也想试试。马夫们喝完之后果然有一定的作用。后来几经研究，李时珍发现原来这堆草里面有一个叫玄花的植物起的作用，所以他便将玄花的药性记录在了《本草纲目》当中。而这玄花呢，大家很熟悉，就是我们常见的打破碗花。看完了这些故事，你是不是觉得中医很神奇呢？不管是神农、李时珍还是其他人，他们的事迹都反映了中国古人对自然和医药的探索，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勇气。他们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，同时也造福了全人类。